你是那种下班想小酌一杯的人吗？还是更喜欢揪上3、5好友，坐在桌边谈天说地，乱讲一通，顺便再胡吃海喝一轮？今天我们又找来老朋友虾土豆，这种局的好处就是不用担心吃，不用担心喝，也不用自己动手煮。于是我们选了一间日式料理吃到饱，也可以说是居酒屋型的吃到饱。平常是居酒屋，一个人随便吃一吃就破1500，而且还不一定真的有吃过瘾。但今天这间主打的东西还蛮有诚意的，像牛舌啊、干贝啊，还有生食级生蚝，再加上基本的生鱼片、刺身，通通都能一直点。等于是把平常居酒屋会稍微克制的东西，在这里一次放开来吃。尤其是你身边如果刚好有那种特别能吃的朋友，这种店的价值就会直接被放到最大。我们今天来到国父纪念馆附近的竹前屋日式料理，约我们的好朋友一起吃饭。那当然看到虾土豆的出现呢，就知道他平常食量真的是非常大。如果没有约吃到饱的话呢，我真的会非常对不起他。所以我们就来吃了一家日式料理的吃到饱，还要喝到饱。对，今天喝起来。先带大家看一下用餐环境，我们几乎是一开门就进场了，结果里面竟然空无一人，这画面一度让人怀疑是不是土豆的加持正在发威。不过回到空间的本身来说，整体表现其实相当不错，不论你是把它当作日式料理吃到饱，还是下班后来小酌一杯的居酒屋，环境氛围跟座位舒适度都有在水准之上哦。你之前吃过，你觉得哪些要点，哪些不要点？我觉得它串烧系列都很棒啊。可是它的拉面呢，这次不要点。哦，好，那你觉得牛舌可以吗？牛舌可以，好，那我点2份。它这边是用 QR code 点餐的，那我们今天点的是1099加1层的价位，直接就给大家直上这个价位吧。但我们只吃我们想吃的。我平常你都要全品项吃的，好。没有，今天你就是开心吃就好，吃想吃的就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开心吃。先来牛舌干杯啦！干杯啦！这个牛舌加上葱盐，一定超好吃的。只吃1片哦，我要2片当汉堡。我们拍太久已经冷掉，可是它的牛舌呢还是很嫩，虽然是薄切的，可是比一般在烤肉店吃到那种薄的还是稍微厚了一点点。因为它之前还有软中带脆，这口感非常的棒。这是土豆的一点点，这真的是一点啊！干杯还在滴油，哇！这个是猪五花。不对，我好像可以吃这个。你可以吃啊，来。它这个是盐烤的，油脂再加上那个盐巴融在里面的那种感觉啊，非常的喜欢。它这个口感很油，我们加一点这个。这哪是1点？又是1点了吗？这样不是1点吗？这样会更好吃。你来帮我加1粒好不好？1粒。这样可以吗？1点真的是太1点了。好，可以。这算怎么样？这真的就是1点啊。这个应该叫做1粒吧。这个烤猪五花串烧啊，从头到尾就是油花暴击，超好吃，要点起来。再来，这个是鸡软骨。说真的，它串在上面，我觉得看起来很像杏鲍菇然后它有比一般的鸡软骨啊来的再软一点点，但是还蛮好入口的。软脆，而且你看，宾馆都超会搭。它那个炭烧香很棒。我够香这个时候呢，就要配一下美好的金黄色。好，嗨爆敬各位啦！我们家就是小孩他不知道看什么游戏的音乐就噔，然后后来说这什么音乐，他说是虾土豆，超厉害的。这个是鸡皮，果然专业。它已经，等一下它咬不下，因为我们放太久已经冷掉，它整个像饼干一样脆。这个建议大家一上桌就要马上吃，或者是它今天可能稍微有点烤过头。我吃了 Lungi， 进来。
个是明太子鸡腿串，吃起来，这明太子非常的赞。我跟你讲，因为它的鸡腿串啊，其实它有2种酱可以选，一种是明太子，一个是起司酱。那我想说，都来到居酒屋了，一定要尝一下他们就是很多居酒屋就是比较经典的会弄明太子在上面。经典居酒屋风味就是明太子，非常棒啊。它明太子的味道虽然浓郁啊，但是没有盖过它其他应该要呈现的味道，比如说炭烧的香气啊，然后鸡腿也很嫩，这让我很棒。我的第一味。这个是烤肠头，对，看起来就很肥。说真的，我没有看过肠头就是那么大一段的。然后去油直接只有怎么喷，很好吃哎，它的酱也蛮好吃的，说真的，甜甜的，我觉得很棒。它这个串烧风味啊，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吃那种蜜汁串烧的感觉啊，这台湾人都会接受的味道，蜜汁。赞。好，配一口生皮。哇，这一定要配口的吧？这时候你就会配上那一只蓝色的兔子。配口。酥炸牡蛎这个趁热，赶快。看修来讲。蛮烫的。不要轻忽这里面，它里面是那种半流质，所以一定会非常烫的。我可以一大口下去，好痛！它那个牡蛎啊，非常的新鲜，而且口感也维持得很棒。而且我刚刚听到那个酥脆的声音，还有土豆哀嚎，还有那个滚烫的声音吗 ？Oh my god！ 这个酥炸牡蛎真的还蛮值得的。我本来想说它一份可能就是1颗，就一次就是一人就是2颗这样子，很有诚意。我们如果一次在外面啊点这样子4颗6颗啊，200-300块跑不掉哎。一定的，这个真的平常外面吃会有点小奢，今天可以吃到饱哎。这一道是牛的横膈膜，这个是下酒好朋友啊。它吃起来重点是软嫩的横膈膜。对，而且它的那个洋葱酱配上去啊，真的很好吃。那我一般吃到牛横膈膜呢，都会腥味蛮重的，可是它完全不会哦。土肉超强的，它都可以旋风式吸入。这家的横膈膜真的是我吃味道到真的是不错，算很好吃的。来，这个烤鸡腿，鸡腿来。我今天点的大部分都是酱烤。所以蛮重口味的，很下酒。我觉得等一下也可以换一些盐烤的口味，但它的酱是真蛮好吃的。没错，它肉啊也没有什么腥味啊，口感很棒。这个是炸的鸡软骨，也是不错。但是我更喜欢烤的，大家点烤的。我好像也是哎。我觉得它缺少一个味道，应该是这个柠檬椒。没有加是不是？来淋一下。来，我们这里淋个柠檬汁，柠檬加，鸡块买呢。只是酱瓜地比啊，味道就对了。其实很好吃哎。刚想说酥炸太刀鱼是什么，一上来是白带鱼，看起来有点失望，但其实超好吃的。太刀鱼就是太刀鱼。它这种鱼啊，这种鱼卷，它随便料理都会很好吃。你一定要蛮油的哈。很嫩很油。真的很油哎。对，它的口感就是绵密的哦。我发现你的沙西米用量非常的又细微呢。对啊，真的是一点点，你那哪是一点，你是一大口了，好不好？要不然我这哪有这是一点啊？放平常我是整坨下去。我跟你讲，我上次不是送那个胡椒粉嘛，我真的觉得是太小包了，下次会送大包一点，那个真的是3-4支就用完了。我们下次要送桶的。差不多啊，那好吃。我们今天点了生食级干贝，鲑鱼有2种。还有鲑鱼肚条，然后再来是青干，我觉得每一种生鱼片都非常的好吃哎。不知道是因为今天人真的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都蛮棒。品质可以哦。你看这个干贝啊，还有微微的炙烧过，而且它今天鲑鱼也很肥。
那一坨是你全部都要吃吗？真的、啊，哎、这样子加一点点瓦萨比，太可怕了！你等一下会庆干，好开哎，就港口哎。你就旁边。我们去日本太夸张了，如果拿到很像的，一定要买回来给他。好，我也来试一小坨看看。这真的是一点点。哎，它这个山葵这个好吃，味道非常的呛哎，而且你吃得到它是磨的，甜甜的那种感觉哦。这种瓦萨比啊，而且整碗这样吃没问题的。好来，生蚝哇，非常的大颗。试试看，我们这个算是放到蛮后面的，不知道会不会变成温生蚝。它下面有冰块保冰，所以温度都一直维持得很刚好。这个非常新鲜的，一点腥味都没有，真的是那种大海的牛奶感觉。哦，好脆的感觉。它这个用的是那个冰户馅的，我觉得刚刚那个炸的牡蛎也非常好吃。我觉得它牡蛎选项一定要都要点起来。牛肉的烤串我点了3个，一个是牛肋条，然后再来是牛五花，还有幻影等级的沙朗。那哪一个是哪一个？我说真的，我分不出来，我们就是谁拿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来吧，选。我觉得这应该是五花啦。啊，这个比较好认啊。松散的一定是五花。对啊，我是这个，我觉得是牛肋条。这是牛肋条，它虽然说切的比较大块啊，相对之下比较有咬劲，可是对于牛肋条这种品相来说，它还是软嫩的，好吃。哦，它这个牛五花，它是用牛五花片这样串成一串的、啊，哇，那样吃起来整个是油到爆炸啊！哇，就是一定要来一口的，对吧、吃一口油油，然后再配一口，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还有这个清酒敬各位啊，来清酒，哇！这好喝吗？我刚刚看他拿那一瓶啊，好高级的感觉哦。有它也许就是跟一般日本清酒比起来，可能相去不远。可是光是那个酷水出来，哦，就舒服了。然后你说这是 prime 沙朗，沙朗哦 ，OK。它感觉就很有口感。好，所以就知道可以跳过那。个乌鸦的图来借我一下。这个是盐烤松板猪，我特别选盐烤的，想说吃一下它那个猪肉啊，哇，油脂加上盐巴的感觉，很好吃，很脆口。真的，而且我觉得它汁很多，很像吃很多汤汁的杏鲍菇。就给它淡淡一点调味啊，让它的那个油脂的甜味把它勾勒出来。值得点，值得点。怎么样？这个炸鱿鱼饺，它是烤的，它吃起来就是你可以想象的味道啊。这个是唐扬炸鸡，我们放的太冷了，里面其实还蛮多汁的。这很经典的日式炸鸡，是好吃，可是其实蛮饱口的，所以我觉得来吃到饱的话，点这个 CP 值是没有那么高，大家可以斟酌，它还是好吃的。全部人都一直在玩这个杯子。对啊，东西来了，然后后来大家都在玩这个杯子。这杯子我好像之前有在别的地方看过。哦，好像有那个感觉的。等一下我们就是比看什么东西怎么样猜拳，然后如果没有转好一拳，就要无法吃什么东西这样。那你们会，我怕你们会撑到爆。尤其你刚转成那样。好像是哦。可是我们俗话说，吃炸鸡一定要配个啤酒吧？你只是想喝而已。我已经快饱了，这个是烤的太刀鱼，对不对？对吧？太素了吧！其实这间我有个重点，就是我觉得它的烤的东西更好吃。它要掉下来了，天哪天哪！很烫哎，要灭火器吗？好烫啊！啊，我好烫啊！什么？
我是一个超不怕烫的，我来吃。好，它真的会喷哎，像你去吃牛排馆一样，需要拿一张纸巾的那一种。今天土豆工伤的比例会比较高因为平常它都是一个人拍嘛，那你一定要有一些时间之后冷却了，它才能办法吃。那今天因为有摄影师，所以刚上桌就可以吃。对啊，我都照习惯直接吃，我都被烫死了。不行，超烫的。小心一点。我要跟你讲哦，你要配一点这个豆芽菜哦，它这个味道有满满的奶油味哦，奶油铁板的味。我觉得这道还蛮下饭的，很像那种就是牛什么红酒牛肉冻的那种感觉。它那个花枝生鱼片很新鲜，我们刚刚第一轮点的时候漏掉了，然后想说第二轮呢，赶快再点一些，花枝好吃，赞。我觉得它生鱼片系列，我觉得今天的感觉还蛮不错的，一致赞赏。对啊。第二轮我们还是点了鲑鱼肚条，但觉得好像有点太肥了，有些地方应该是可以修掉的。对，不过我觉得目前表现我都还可以接受，就是觉得蛮棒的。这个千万不能一口塞啊！你看它还在冒烟呢。这是什么？焗烤温生蚝。焗烤生蚝吗？我觉得很烫，非常烫。小心烫啊！工伤太多次了。哇，是冒烟呢！来哟，哇，这种鲜甜味啊，然后加上焗烤罪恶感，整个吃起来是舒舒服服的啊。其实好的生蚝呢，它就是为什么叫大海的牛奶，就它那种奶香味特别重嘛。你再加上起司的话，那就是奶味加倍啊，非常的罪恶。福冈豚骨蘑滋锅，它里面是猪肠，其实我觉得就是福冈牛肠锅的猪肠版啊。你会觉得它设计的看起来像我们台湾的什么料理？你觉得嘞？再小锅一点的，对不对？对，如果它的规模再缩小一点，就很像我们那个臭臭锅。最近刚涨价的那个它今天这边有猪肠啊，可是如果你今天吃牛的话，也可以点牛肠。在吃到接近尾声的时候，来一个暖暖的汤，真的很不错。它的汤头不会过咸，但是该有的香味呢都还是有。再来是它的猪肠啊，非常的优秀。我们今天点的猪肠品项呢都很好吃。我们第二轮又点了牛小排、牛肋条，还有牛舌。第二轮来的这个呢，看起来就是比较多汁、比较好吃。但牛舌我们刚刚试了一下，觉得火候控制的没有第一轮好，所以这个呢，可能就是如果店里人比较多的时候呢，就大家要斟酌一下。不过可以接受的误差范围了。可以的，毕竟吃到饱，有点口感，合情合理。这个是昭和焦糖布丁，看起来就很好吃。你看哦，上面还有点缀柠檬皮。我没有吃过布丁上面还有一点柠檬香气的，这个好好吃，好解腻哦。尤其是你在刚刚吃了这么多重口味，然后都是大肉的这个状况下面，你再吃这个啊，做一个完美的收尾，很棒。谢谢。这一道是银芽炒猪肉，本来是想要叫来解腻的，没想到非常的下酒。你的下酒是？就是那个意思。我吃吃看就知道了。真的很下酒啊！干杯啦！好搭。烧掉。5块哦，根本是低汤汁哎。对啊。你刚刚跟我说蛮普通的，我还蛮喜欢的啊，我很像。真的像日本饺子啊！说真的，就是我们去日本吃了饺子之后，发现其实台湾的饺子呢，还是比较合我们的口味一些啦。好烫哦！拍始，好烫哦！好烫哦！哦，我第一次可以吃到那种热腾腾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南台湾的水饺，再加上冰花的感觉。
其实蛮像大阪王酱的，我自己觉得皮薄，然后馅酱少少香香的。我们后来加点了牛肠放到锅子里面去煮，看一下它到底怎么样。哎，这牛肠啊，比猪肠还要肥，因为你就是可以吃到更多那种牛的特殊气味，也是很好吃。如果可以吃牛的话，尽量点牛肠。没有，我觉得都可以点，各有各的好。怎么样？牛香味很重哎。对，真的，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在吃牛筋的那一种胶质感。这个牛，你爱吃牛吃到这个一定会很惊艳，非常的棒哎。跟大家说，这家店有一个超酷的密室，带大家去看一下。不能，竟然是一间 KTV 包厢哎。我们刚有问一下，这么酷的 KTV 包厢，它的使用规则是低消1万块，它最多可以容纳12个人。像我们有时候呢，这群 YouTuber 朋友们就会想要找个地方聚会一下，这里就非常适合我们。其实我们跟 YouTuber 有时候约啊，居酒屋整个吃下来，一个人是超过1000的。对，所以我觉得你又可以吃到饱，然后又可以顺便一起唱歌，然后有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这样真的是还蛮划算的。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会蛮想来的一个点。反正我觉得这个 KTV 是我最想来一个。土豆已经开始研究起歌单了，这个歌有新吗？可是其实歌很新也没用，我不会唱啊。也是我们都唱老歌，我唱10年前老歌给我放多一点。这你会唱？欢喜就好。哦，就笑两枚。哇，好了，是5秒就好。关一下。等一下就。关一下。风雨已经有人讲歹。哪想遐济？人生道道，好亲像要佚佗，欢喜就好。赞耶！我说，这个不能录太久，等下被版权炮。走水无缀人走，人生道道，好亲像要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幸福。你有在你的频道唱过歌吗？以前曾经有过啦，后来怕被告是不是？版权的问题。版权炮问题啊！来宾请掌声鼓励。越接近晚上人越多，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一开门就来，因为我们是一开门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我们进来的时候是包场的。我们今天吃到这边告一段落，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用餐的心得。后来，好，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因为是5点到7点进来啊，今天很幸运的是来的时候呢，整场都没有什么人，只有我们。然后到我们用餐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人才陆续的进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用餐品质呢是非常好的。可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看到影片觉得内容不错，想要来的话呢，有可能你会碰到整场都是人的状况。那我觉得到时候你可能要对我们讲的话要打个7折8折，才会比较符合你那时候的实际状况。对，你讲到这吼，尤其这种日式居酒屋啊。他们对于我们可能你今天来吃啊，可能或者说下个礼拜又来吃，他们可能规定又会不一样了。所以最好是你要用餐吃，最好是你用餐之前啊，你要先打电话问清楚他现在用餐规则是怎么样，然后或者说他现在的订位状况怎么样，这决定要不要来用餐啊。要不然说他这个真的是人一多，可能品质会下降。或者说他们也许因为最近太忙碌了，规则又改变了，你来吃啊，可能会造成你的期望值不一样，对，没有到那么的好啊，所以真的建议问清楚。但撇除这些啊，我觉得今天就我们实际用餐的状况啊，我们对餐点的口味都觉得还蛮满意的。北亮宫站的呀，其实我们在大台北啊，国父纪念馆这附近啊，用这一餐，我们一个人那平均不到1400，然后吃成这样子啊，虽然价格听起来高归高啊，可是我们比起我们过往所吃到居酒屋那些来说，以单点价格回来算，哇，亮宫站的超划算的吧？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它的用餐价位是怎么样的，总共有2种价位可以选，有859的菜单，也有1099的菜单啊，以上价位都是要加一层。然后另外呢，酒水也是可以加价的，像它有3个价位，一个是加69块，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无酒精饮品，然后另外一个中价位的它是有酒精饮品的，加189块。那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喝得到更多酒水的，是加289，那这些费用呢都是要再加一层的。所以加起来是过1400这样。对，其实过1400了。哪些你开加 High Boy 啊，一定要点到最高价那个酒水。哦，你今天喝到好开心哦！你说你看到我先生已经看起来像40公斤了，对，我现在很夸张。看你先生，感觉哇，好像
有种秀色可餐的感觉啊！我有点担心，因为等一下真的回得了家吗。哇，我自己是觉得最想要来体验的是它 KTV 的部分啊，找一群朋友来，因为我们 YouTuber 其实有时候讲的话不太能让人家知道。哎、对啊，哎、如果今天来这边用餐啊，你带着女朋友来这边一起吃饭啊，有机会进去唱歌的话，哇，那一定会吃得很开心的。光是我们今天这样子吃这个东西，然后就进去体验一下它的 KTV，哇，我都觉得说很棒，非常的棒哎，对，非常开心哎。最后呢，关于一些其他的用餐规则，还有儿童优惠的部分，我们就是放照片给大家自己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大家拜拜，拜拜。